常年不换头像的男神换了一个新头像，我发抖音问这是不是情头？校霸好心的回答我是，我不死心，拿了一个反着的图片再次的问他，他怒，去你的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发就从不换头像的男神换了一个沐浴在夕阳之下的男头时，我第一反应这是个情头，但我无从考证，于是我发了抖音，有个皮卡丘头像的好心人回答我是，心里的猜测被验证，失落感一下子涌来，我失落地问，是吗？那另一半在哪？皮卡丘男生回，我见过，可我上哪儿找去？后来又有人回我，我在网上没搜到另一半，应该不是吧？出于好奇，我也去搜了，搜出来几张类似的，我拿着图片再次的去问那个皮卡丘男生，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情头。结果他怒了，去你的！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凶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问，怎么了？这不是一样的吗？你自己看看这两张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仔细的看了看，认真道，不太一样啊，它不是相反的吗？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情头而已。原来你也知道反了。对呀，反了，所以这是不是情头啊？那边沉默了好久才回，又后来我的微信有个新的好友通知，上面备注着抖音来的，我同意了，然后打个问号过去。对面回，抖音和你探究是不是情头的那个，哦，原来是他呀，那个皮卡丘男生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微信号的呀？你抖音简介不是写着，哦，好像是。我回去想了想，就在严重的怀疑你在耍我玩。我耍他玩？正常人会问那么傻的问题？什么叫那样傻的问题？而且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问啊，他怎么会这样想？我怀疑他对我有什么误会，于是我把他约了出来。一开始他还不太乐意，怀疑我居心叵测，又想耍他玩。虽然我从没耍过他，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之下，他终于答应出来了。我打算和他好好的解释清楚，毕竟我们是一个校区的，要是对我存有什么误解就不好了。结果见面1分钟之后他跑了，我水都还没喝上一口呢，他就跑了呀，真的就是那种实打实的跑了，还不是偷偷的跑的。我炸裂了呀！不是，我在认出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霸之后，我没跑，他反倒先跑了。家人们，我大为不理解呀，实在绷不住了。我迟疑地拿起镜子，自问自己真的就丑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吗？可是我才刚拿下今年的系花头衔不久啊，至少从大众的眼光来说，我还是好看的吧。回去之后，文和默默地在我列表里躺尸了1星期，毫无动静，毫无人性，跟个假号似的，一点道歉和想要解释的动向都没有。一气之下，我把他给删了。结果他怒气冲冲地将我拦在了宿舍楼下，文和一把将我拉到没人的角落，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看着我，一副又生气又委屈的模样。不是，我还没生气呢，他倒是生了哪门子气啊？我大为不解地望向他，他松了手，一手抬起晃着手机问，为什么删我？我也没好气的双手环胸，你那天突然就走了，到了这才连个解释都没有，我留个僵尸在列表干嘛？我当时走了确实不对。文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打开微信我和他的聊天页面，可我后面解释和道歉了一大堆，你都没回，今天又给你发消息，才发就你把我给删了，什么解释？我懵了一下，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他一人在说，我一个字都没回。可是我又开始陷入了沉思。文和看着我这迷茫的神情一僵，不可置信的试探问道，你不会是早就把我拉黑了吧？对哦，当时我想，与其自我怀疑，不然怀疑他人，就直接把他给拉黑了，难怪后面一直都等不到消息。文和，那家回来，所以你那天为什么突然就走了？文和见我不死心的追问，想了想说，我二舅家的他大舅被车撞了，我急着赶过去。哦，那他二舅家的他大舅可真惨。我真诚地发问，那你二舅家的他大舅没事了吧？文和嘴角似乎是裂开了一下，盯了我3秒，哽了一下，先别管他好不好，我们好友先加回来行不？我撇嘴，不好，我把话说清楚就上去了，这个好友还是没必要加了。文和眼皮轻掀，笑了一下，真不加，不是疑问也不是反问，我听着怪怪的，但还是肯定的回答，不加，因为我感觉他不太像个好人。文和挑眉，那你继续。我只是想要解释，我从来都没有耍你，我是真的想知道另一张图是不是也是情头。栾心，文和突然喊了我的名字，我下意识地嗯了声。我相信你了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。我转身欲走，又被他伸手给拦住。这次换我挑眉看向他，用那个男生头像的人是不是商昭星？商昭星，我们学校的校草，也是我喜欢了好久的男神。闻言，我点点头。你喜欢他？我又点了点头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舌尖不耐地顶了顶颊边，似乎有些燥。那个，你还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他在背后再次地喊我的名字。栾心，你不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对象吗？不巧，我跟他还算有点熟。你求求我，我就考虑要不要告诉你，周末的体育馆里，篮球场两边的看台上基本坐满了人。
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超短裙和手里的花球，默默地叹了口气，忍不住在心里腹诽起文和来。文和则是有些意外地走到我面前，他挑眉嗤笑了一声：“我好像只是让你来看我比赛，你这是……”我没好气道：“闲得慌，是有谢梦佳是学校篮球队啦啦队队长，知道我会来看比赛之后，死活要我和他一起上来跳一次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耐不住他软磨硬泡啊，漂亮美女撒娇抱抱，谁抵抗得住啊？反正我是不能的。”想到这里，谢梦佳走过来揽住我的肩，激动地亲了亲我的脸颊。欣欣，你这样好美，你早就该来了。等会上场必能艳惊四座，到时候别说是一个商昭星，就是10个也分分钟给他拿下了。我听到关键词，商昭星也会来吗？对呀，谢梦佳笑得得意，又反应过来，问你不是为他来的吗？算是吧。旁边的文和似乎觉得自己被忽视了，用力地咳了咳。谢梦佳这才注意到，指了指他和文队长今天还是对手关系呢。哦，这不重要。我只想知道商昭星到底有没有对象，或者有没有喜欢的人。这么说来，文和确实跟商昭星挺熟的，希望他不要骗我。文和的队友喊他热身，他冲我们摆摆手，转身小跑过去。谢梦佳也带着啦啦队其他成员上去热场助力了。我本来也就是个友情加入而已，谢梦佳怕我累着，让我中场休息的时候上一下就行了。我也乐见其成，文和早帮我留了前排的位置，我也不客气，走过去才发觉前排离他们真的是很近。文和一改刚才的模样，恢复成那种有点冷冷的带着点拽的表情，等会儿都给我好好的打，千万别给我掉链子，只许赢不许输，知道了吗？众人应声知道。文和的兄弟严嵩可不怕他，嬉皮笑脸的打趣道：文哥，以前怎么不见你那么在乎输赢？怎么就常有你喜欢的女生啊？说完他还装模作样的往四周看了看，最后将视线落在我身上。哟，他惊艳了一瞬，然后低声的附在文和耳边说：啦啦队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？这好像是那个什么戏的戏花吧，本人长得也太正了，一点也不输照片，简直长在了我的心巴上。他向其他人笑道：对不住了，这一波你们谁也别跟我抢，我先冲了。众人哈哈的笑道，却也有意无意的将视线落到我身上。严嵩还没来得及过来，就被身后之人踹了一脚。文和不耐的怒道：冲你妹，比赛要是输了，你这个月都别想进寝室了。他又冲其他人吼道：都干嘛呢？比赛都要开始了，看什么看？说实话，文和骂骂咧咧的样子很凶，但也很帅，竟也抓住了我不少的目光。等我想起商昭星时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文和打球又快又狠，商昭星胜在和队友配合得好，一时间难以决高下。直到中场休息时，两人的比分也没拉开差距，离得很近。中场休息时是需要啦啦队热场的，我提前起了身，配合着队形跳了起来。很快的，场上传来欢呼声。商昭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们前面，而且我总感觉他的视线若有若无地落到了我的身上。也许是我的错觉，但被他这样看着，我反倒开始紧张了起来。幸好也差不多勉强的跳完了，只是退场的时候，不知是不是地板上有水，我啊的一声，竟然不小心摔倒了，脑袋重重地磕在了地上，疼死我了。身边立马围过来许多人，我听见谢梦佳着急地问：欣欣，你没事吧？我努力地睁开眼，摇了摇头，才看清了周围，竟然发就商昭星也过来了。可我就在不仅脑袋疼，屁股也疼，呜，怎么男神也过来了？我送你去医务室吧，商昭星主动地说，并想要来搀扶我。不用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上方一道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先传了过来，紧接着一件外套盖在了我身上。确实，我穿着超短裙，一直不敢乱动，也是怕走光。我抬头想看看是谁这么细心，结果下一秒就被人公主抱了起来。当着篮球场这么多人，甚至有人在起哄，我的脸一下子刷的就红了，埋在他炙热的胸膛里，不敢再抬起来。谢梦佳焦急地跟上来，被文和劝退了。我低声地询问文和：你干嘛？文和边走边说：理所当然，送你去医务室啊，也没那么严重，我自己能走，你还是放我下来吧。别废话，老子愿意抱。后面严嵩追了过来：文哥，你走了，我们下半场怎么办？要不我送他去吧，你回去继续打球。文和头也没回，滚！严嵩继续纠缠，哥呀，咱不能输啊！文和敢怒敢言，滚！输一场是能要你命还是咋？别来烦我，严嵩，那我还能进寝室吧？再嚷嚷，就把你扔出去，球也别打了。得，不打扰你了。去医务室的路上，我默默地吐槽：你好凶啊！难怪是校霸，果然传言承不起我。文和脑袋被敲了2下，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正好撞进文和不满的黑眸里。敢不敢说大声一点？这人真是……我不敢。脑袋还疼吗？啊，他怎么知道？文和笑着给我揉了揉，你那磕一下的声音那么大，我都怕你脑震荡了。我小声的嘟哝，那也不至于。怎么不至于？还有哪里疼没了？我总不能说我哪儿都疼，他总不能哪儿都揉吧？虽然他的大手很舒服。文和看了我一眼，加快了步伐。到了医务室之后，才发觉情况比我想象中严重一点。
我还真有点轻微脑震荡，难怪一直隐隐作痛。更不幸的是，我脚崴了。文和跑前跑后的帮我拿药，然后拿冰块给我敷。后面又去拍了几个片子，确保没什么大事，只需要好好的回去休息就行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他坐我旁边，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摇摇头。文和瞥我一眼，随意道：“你还挺脆弱的，跟朵浇花似的。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嘲讽我，毕竟他一直挺阴晴不定的，只好抿着唇不说话。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什么歧义，文和立马解释：“我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还蛮喜欢浇花的，无所谓，管他什么意思。”我打断他：“那你能告诉我答案了吗？”什么？商昭星到底有没有女朋友，或者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？文和默了一下，看我，这很重要吗？我仰头对上他的眼睛，对我来说挺重要的。文和起身，耸耸肩，没有。我的眼眸亮了亮，却又被他下一句话给熄灭。但他好像有喜欢的人，既然很喜欢，为什么没在一起？文和甩手，翻了个白眼，一副不想聊的模样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想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了，走吧。好，我刚想起身，结果也不知道是坐太久坐麻了，还是脚腕还痛，竟然一下子没站住。幸好文和强有力的臂膀及时地扶住了我，还难受，他也不用我回答，直接蹲下身子上来。啊，我背你回去，不太好吧？这下文和没了耐心，又说了一遍上来。我还是有点犹豫，眨眨眼，想试着自己走回去，结果脚腕处传来撕拉的痛，我咬牙默默地吞了回去，但是吃痛的表情还是进入了文和的眼。他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点了点我额头，像是气笑了。我还从未背过人呢，哎，要不要？无奈之下，我妥协，要。他重新蹲下去，口里嚷嚷：“老子的耐心算是全给你磨出来的。”回去的路上，我说：“文和，今天谢谢你了。”文和勾起嘴角，笑得恶劣：“别光嘴上说说啊，行动上打算怎么谢我呀？怎么谢？投其所好呗，不然还能怎么谢？”当7个男模站在文和面前时，我可以从他微微的抽搐的嘴角看出他是真的很惊喜，也是。谁会有我这么善解人意呢？我扬起笑容，眼眸亮晶晶地看着他。怎么样？文和双手怀胸，扫视了那7个男模一圈，最后复杂地将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真是谢谢你了。我笑得得意，看来他是喜欢了，连忙谦逊道：“不用。”我怕文和因为我在场而害羞，主动地招呼那几个男模上前，然后起身想退出去，将这里的快乐时光留给他们。文和却猛地起身，扯住我的手腕：“你去干嘛？”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，解释道：“我出去等你啊。”一个男模给他倒酒，被他一把推开，他忍无可忍，突然怒吼一声：“都给我出去！”我也被吓到了，被他攥着的皮肤微微的发麻，神色也没好几分。可一看文和，他的脸都似乎黑成锅底。文和，你是不喜欢吗？不应该呀。文和用力几分，将我扯了过去，因为他是坐着的，而我是站着的。这一用力，我差点就撞上了他的鼻尖，我堪堪地刹住脚步，才得以幸免。但我们的距离就此靠得很近很近，近到我都能从他的眼里看到我的倒影。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。你干嘛？文和扯嘴角，笑了，比没笑还凉薄。有的时候，我真想知道你这脑袋瓜子里面都在想些什么。为什么给我找男模？玩我？我给他找男模，怎么就是玩他了？天大的误解呀！我的撇嘴，传言说你喜欢男生。哈，文和冷笑一声，这你也信？我觉得话还没说完，却突然哽住了，因为文和突然捏了捏我的脸颊，颇有些忍耐的意味。栾心，别在我面前嘟嘴误，他好凶，怎么连这也管？我更委屈了。你这家伙，我还没委屈呢，你倒先委屈上了。他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开始委屈巴巴的掉眼泪，控诉道：“你知不知道点男模也是很贵的？我半个月的生活费都搭进去了，你不喜欢也就算了，你还凶我！不是。”文和手忙脚乱的去拿桌上的纸巾，慌乱的解释道：“我没凶你啊，我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而已，你别哭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说那么大声的。”我接过纸巾，继续嚷嚷：“你还捏我脸呢！”我没忍住，我手贱。说完，文和重重地打了自己捏我脸的手一下，见我不解气，又加了几下，嘴上说道：“我真该死啊！”行了，我抽了抽鼻子，用纸巾擦擦眼泪，说：“我不生气了。”那你别哭了。我不哭。文和赞许：“真乖。”我乖，我要回去了。这么早？明天商昭星约了我去博物馆呢，我要早点回去睡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一下子开心了起来。文和，不是，你们什么时候勾搭？呸！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就我脚崴了的那段时间，六文和内心 cos， 跟我每天给你带早餐，陪你上下课，关系你好没好？你反倒就和别的男人勾搭上了呗，顿感自己大冤种。博物馆的门都还没进去呢，我和商昭星在门口扫码的时候就碰上文和他兄弟严严松。严松露出8颗大白牙的笑：“哟，好巧啊，你们也来这儿玩？哟，真巧，我昨晚好像才和某人提过吧。”想到这里，我无言地看了文和一眼，后者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他是真健忘呢，还是假健忘呢。
或者说是真跟我不熟呢？进了博物馆之后，明明我们和文和他们是分开走的，最后总能若有若无的碰到。最后我们干脆一起逛了。文和虽然还是那副很勉强的表情，但严嵩是个能带动气氛的话痨，所以我们几个相处也还算融洽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到了植物园，那里有个人工喷池，我把拍立得给商昭星，想让他给我拍照。商昭星笑着应了。我小跑过去，笑着在那里摆姿势，每拍一张商昭星都会夸我一下，我也越来越放松，还拍了好几张和肉嘟嘟的大仙人球的合影。全程商昭星都好温柔，超级有耐心，他真的好好，我哭死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直到我想和商昭星拍一张合照留念一下，旁边一直没说话的文和也插了过来，要和我们一起拍。不是他搞什么吗？竟然插在我和商昭星中间。我气呼呼地看向他，他却浑然不觉，还笑嘻嘻地贴过来，一副特别欠打的语气：暖心，你笑啊，你怎么不笑了？刚刚还咧着个嘴笑那么开心，怎么我一来就不笑了呢？他是懂阴阳怪气的。最后快门按下，是他低头冲我笑，而我仰头死死地瞪着他的模样。我嘴角忍不住抽了2下，嘟哝：这张好丑啊，怎么也给洗出来了？文和抢过照片，举起来看了一眼，不丑啊，你要不喜欢就给我了。不要！我追过去想把照片抢回来，但文和一直仗着身高优势不肯给我。啊！可恶！气得我慌不择路，狠狠地踩了他一脚。文和吃痛，龇牙咧嘴：栾心，踩我你是真用力啊！谁让你欠踩？旁边的严嵩看不下去了。公众场合，你们打打闹闹，注意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狗的心情，好罚！听到严嵩说这话，我则是下意识地去看商昭星，生怕他给误会了。而商昭星只是一副明显的走神的模样。最后回到学校要分开时，商昭星看了一眼文和，说有话想和我说。我应和他走得远了些。栾心，今天谢谢你愿意出来，我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天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还是有些惊喜的。可他下一秒的话让我有些发懵，你和他真的很像，都很好。啊？谁？商昭星看向远处，眸中似乎闪烁着星光。我的初恋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应该和你一样爱闹爱笑吧？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吗？我斟酌地开口，那他就在哪儿呢？商昭星指了指星空，或许在那吧，又或许就在我身边。那晚的夜色挺美的，可让我说，我却再形容不出了。只记得自己心口发闷和苦涩，可看着他温润的侧脸，我张了张嘴，到底是没说出安慰的话。我失恋了，彻彻底底，甚至连练都没练过。我宁愿自己不要和那个女孩长得那么像，可偏偏是这样。而且商昭星还爱他，很爱很爱，从他的眼神和动作中我都可以看出。也是，毕竟是我喜欢的人吗？活该深情。不过也幸好他直接告诉了我，而我也不是以一个替身走入他人生的。我就是我呀。就在我也不打算再靠近了。在学校颓废了1个月之后，谢梦佳说要带我去外面散散心，去的是我喜欢的海边，来了好多人，其中还有文和。说起来，自那次博物馆之后，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了。一群人在海边烧烤，后面不知是谁提起了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一个酒瓶就能玩起来的游戏，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的附和。谢梦佳主动地揽过了转瓶子的活。玩了一轮之后，大家放松下来，都玩开了。什么大喊我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小萝莉，贴随着最近的异性，抱陌生人一下，把右边第一个异性横抱起来。大家一下子被刺激得兴奋了起来，直到那瓶子口转到了我。谢梦佳有心的想给我放水，想说个不那么难的，但是却有人先开口说了，和在场的异性对视1分钟，也不算很难，但关键是找谁呢？我环顾了一周，本来下意识地是有点想选文和的，结果他冷冷淡淡地坐那儿，连头都没抬一下，我反倒有点怂了。而且没见过面的这期间，我们吵过一架，就在大抵也算是所谓的冷战期吧。那我选他们当中还算熟一点的学长吧。我往学长那个方向指了指，刚想开口，文和突然无征兆地站了起来，走到我身边，我来。又一群人见机立马起哄起来。谢梦佳还在一旁冲我挤眉弄眼，还没对视，我的脸都开始红扑扑的了。这该死的天气好热。直到对视开始，我才调整过来。文和长得实在高，半个身子都几乎倾下来了，才堪堪地对上我的眼。我想踮起脚尖，被他按住双肩。不用。说完，他又弯下了点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周围嘈杂的声音我是一点都听不见了。我只知道，他睫毛好翘，他眼睛好亮，他额前的碎发好像又长了点。我满脑子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在看什么。发觉原来短短的1分钟也可以那么漫长。突然，文和勾了勾唇，眼里都像漾满了盛大的欢喜。他那不太明显的梨窝也被我看得清清楚楚。
海风吹起他额角的碎发，文和就这样毫无征兆莫名地笑了起来。我莫名的心底发慌，眨巴眨巴眼，心里默数着还有多久。终于，谢梦佳说时间到了，我紧绷的身体立马放松了下来，赶紧坐回原位。文和也顺势在我身边坐了下来。我心想，这么多人，下一次转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正打算摸鱼来着，结果下一个瓶子转到了文和。我看好戏般的望向他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简单点吧，真心话。你第一个羞羞梦的对象是谁呢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大家立马激动地叫起来，玩这么刺激的吗？谢梦佳甩甩手，一副无奈的表情。没办法，抽到的就是这个。文和又默了3秒之后，文和无奈地开口，换大冒险行不？大家也不为难他，同意了。对着离你最远的异性的耳根部位哈气，持续10秒，而就在离他最近的异性是我。一听到他的大冒险内容，我的身子立马绷得紧紧的，有些欲哭无泪。也不知道他这个大冒险惩罚的到底是他还是我。流的泪，行不？文和问的是我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他咬咬牙，我就去回答问题了，可以吗？对上我期冀的目光，文和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立马收回刚刚的话，但我没说，我就知道。文和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我就多嘴这么一问。呼，他吹的第一下，我的手立马下意识紧紧地抓住了衣角，这感觉真是绝了。幸好10秒也不算久，嗷嗷也就过去了。后来的几次，我紧紧地盯着那个瓶子，生怕它再转到我，当然也别转给文和了。呜呜，幸而直到最后，我和文和都没再被眷顾到了。呼，吃完烧烤之后，他们一群人又开始围在一起唱歌，我觉得有些吵，脑子有些乱乱的，和谢梦佳打个招呼后就先离席了。谢梦佳让我别走太远，我应了声好。我走到看不见他们的地方，然后在沙滩上坐下，海风吹过来，我整个人都好像清醒了一点。长发被风吹起，我感觉到身边有人过来了，是文和。他递给我一罐饮料，你这么吹，回去别感冒了。我接过，拉开易拉罐，撕拉声响起。文和和我并排的坐下，笑笑。不过，就算你吹感冒，我也没有外套可以给你。我仰头喝口饮料，瞥了他一眼。他一身短衣短袖，我里面虽然穿的是小吊带，可外面好歹套了件外套。他穿的比我还少，谁吹感冒还不一定呢。放心，我可没那么脆弱。文和笑笑不说话。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海面，看着海浪，看着月亮，看着沙子，吹着晚风，很惬意，也很舒服。在我快要昏昏欲睡之时，文和才开口，还生我气吗？我揉揉眼睛，想起来是我们前段时间吵架的事。其实也没吵什么，无非就是他看不下去我整天的待在寝室这么颓，门也不出，课也不去上，饭也不吃，整天的躺被窝里哭，在电话里狠狠地骂我一顿，直接把我骂哭了。当然他不知道我哭了。再然后我把他拉黑了，就那么喜欢他。悠长的夜里传来他的叹息，我很好奇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可能是觉得累了，我直接瘫倒在柔软的沙子上，糊弄道，他长得帅，可以吗？你好好的说。刚开学军训的时候，我有个动作一直练不好，教官让我去旁边好好的想想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坐在台阶上想啊想，看着其他人都在军训，也不知道是太阳太毒了还是什么，我就哭了。这个时候上朝星来了，他给我打个伞，递给我一张纸，离得我远远的，什么话也没说也没问，陪我坐了一上午。那时我的脸埋在膝盖上，一直没敢抬起来。最后他起身走的时候，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，也记住了他。商朝星，就这样。对呀，越了解越发觉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哪怕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是谁，可我就是好喜欢他。我闷声地说道。耳边好像有水岸拍打声，我也在昏昏欲睡中慢慢地睡去，没听到海风裹挟中文和轻微的附和。要是我比他更早遇见你就好了。回去之后我还真感冒了，没有发烧，就是纯纯的感冒，但也很难受。上大班课的时候，文和给我倒了杯热水，无奈道，说你是浇花吧？你还不信？我拿过纸巾抽了抽鼻子，还不是你乌鸦嘴。得，我乌鸦嘴，我欠打。你先喝点热水吧。你早上要吃了没？我嗡声道，吃了。你不用陪我在这上课，趁老师还没来，你赶紧溜了吧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嫌着慌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没再阻拦。这课一上就是一上午，期间我抽了无数次鼻涕，用了无数张纸，直到我就这样上着课发起了烧。文和将书合上，放进包里，然后举了个手，老师，这位同学发烧了。我送他去医务室，一直到书起了一夜，文和才开始数落我，你怎么连自己难受也不知道，一点也不爱惜自己身体。要是我没发救，你就一直烧着吧，以后不许再去吹风了，心情不好也不许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文和愣了一下，刚刚凶起来的气势都没了，嘟哝，你也就知道嘴上谢谢而已。那我再给你点几个男模。文和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，你敢？
哈哈，逗他还挺好玩的，我忍不住笑起来。不过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，照顾了我很多。要不你许个愿，我能做到的话，尽量的帮你实就。幼稚，那你要还是不要啊？文和一副魂不吝的模样，歪头笑。要啊，我干嘛不要？我好奇了，那你想要实就什么愿望？文和壮士思考了一下，先欠着吧，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可是后来他一直都没想到。我纳闷了，人怎么会没有愿望呢？难道他是怕我实就不了吗？直到他过生日，我笑盈盈地提了个蛋糕去找他。这次可以告诉我你的愿望了吗？文和笑，你就那么想知道？谁让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呢？除了身体健康什么的，说说看吧。文和对着蜡烛，烛光照得他脸部轮廓分明，我甚至看清了他嘴角偷偷地扬起的笑意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我喜欢的女孩可以喜欢我。他吹灭蜡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那你能帮我实就吗？啊，他这愿望也有点太难了吧？难怪他一直不说。你喜欢的女孩是你，他说的轻松，我心里却是咯噔一下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文和摆摆手，是你非要问的，我也不想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喜欢你，一直以来都喜欢你。可我，文和打断我，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，只不过一个等而已了。我都想明白了，我有这个心等。你不用着急确定自己的心意，我追你是我的事，如果你觉得不好，你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会适可而止。栾心，你再想想吧。还有，谢谢你陪我过我的21岁生日，我很开心。愿望能实就已经不重要了，起码在我21岁的时候，我喜欢的女孩子她出救了，我看着她鼻子酸酸的，她对我的好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可我喜欢她吗？我确实不知道，也许我真的该好好的想想了。在今年冬天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，我答应文和了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和他的相处中，我慢慢的心动了。当时商昭星只是一个打伞的行为就打动了我，而文和他完全不差。我无数次的想过，如果那个烈阳下我遇见的是文和的话，那我会早一点心动对人吧。可也正是因为那样，我才能遇见文和。缘分的开始是我发了个视频，问男神的头像是不是情头，而从来没有耐心的回答这种无聊问题的他，却在那天破天荒的回了个是。那个人是文和呀。这样一想，早点晚点遇到的话也没关系。正文完番外文和视角，栾心这个姑娘就挺傻的，我凶也不是，不凶也不是。凶她就给我哭鼻子，哼，一个小哭包，也就我愿意宠着了。她要是没有我该怎么办啊？也不知道她之前都是怎么活过来的，脆弱的跟朵娇花似的。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她要让别人宠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有时会想，要是早点遇见她就好了。看见她为了个商昭星饭也不吃，课也不上，整天的躲在被窝里哭，我就又气又难过，恨不得冲进她寝室，将她拖下来，把她的泪给狠狠地擦掉，再把她按进怀里。可是我不能啊，给他打电话吧。好不容易他接了，可听见他沙哑还有些咳嗽的声音，我一下子没控制住，凶了他几句。这小宝贝直接把电话给挂了，还把我给拉黑了。行吧，我该的，谁让我没忍住凶他呢？可谁让他这么气人？我没辙了。高考最后一道大题也没他那么难搞，真是我的小祖宗。好不容易联合谢梦佳把他给叫出来，听说他喜欢海边，我们就组织了在海边玩，他的心情也肉眼可见的好了很多。可是1分钟对视的时候，他竟然想选其他的男生。做梦，我还在这儿呢。但是不得不说的是，他脸红扑扑的模样真的很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，嗨。还有，他嘟嘴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吻上去。可我没有身份，他大概会觉得我耍流氓吧。不过就在有了，他在生气嘟嘴的时候，我就狠狠地吻上去。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吻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个。我也知道自己平时挺凶的，就在也在慢慢的改了，连和他说话都尽量的放小声音，怕吓着他。好不容易哄来的女朋友，要是给我吓没了，我上哪说理去？他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，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他，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一眼。要换以前有人跟我说什么一见钟情，我大概是要嗤笑几声，然后吐槽他分明是见色起意。可是见到他的那刻，我才明白，不是的。心跳加快的那一秒，我落荒而逃，因为我没洗头，还有我刚抽完烟，怕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直到就在他都不知道我会抽烟，在喜欢他的那些瞬间，我把这烟给戒了。和他在一起的每个瞬间，我也可以把坏习惯统统的改掉。他不喜欢的都是坏习惯，我说到做到，因为我是文和。文和对栾心向来言出必行。全文完。